这样子就很漂亮的一盘烤肉出来。它肉很嫩，相当的漂亮。要事先下香菇，加菜菜。各位朋友，现在知道70吧，300啊。那今天的主题呢，想必大家看到这些招牌之后呢，就已经心中有所数了吧？没错，我们今天就来吃肉。那一讲到吃肉，大家脑海里肯定就飘过各种的肉了，幻想就开始了，追着牛会开始啃它的屁股了。没错，那今天呢，还是继续啃牛的肩膀的部分。为什么呢？我们如何在一条肉上呢，体验到细嫩的口感，又能体验到多种的不同风味呢？这条牡蛎肉呢，一直以来就是我心目中最适合吃的这款肉的。如何呢？选一条价廉又物美的肉，而且呢，在这条肉上面呢，你就可以体验到呢多种不同的风味呢。我觉得牡蛎肉这个部位呢，再适合不过了。只要是股市过后的牡蛎肉，或者还不用达到和牛很高等级的牡蛎肉，它已经具备了一只牛身上呢很稚嫩的那种肉感，而且呢，在牡蛎肉身上呢，它呢又有会让你体验不同的风味。每一条牡蛎肉偏头的部分，只要是股市的肉，它的油花都非常的漂亮。如果你拿到一整条牡蛎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下上一刀。那牡蛎肉的肉头的部分，这是最合适呢，待会拿来切片做烧肉的。漂亮。中间的部分我们看到，虽然它中间带了一条小筋，但是你不用怕它，这小筋在加热过后，它并不会让你很硬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中间的部分适合取来当牛排。我们准备呢，把3个部分来演示成3款不同的料理，展示给大家。OK， 现在呢，我们准备呢来搞我们的烤肉的部分要切肉呢，肯定会炫到刀子，又搞了一排刀，有没有？下面这2根呢是牛刀上面这2根呢比较金银，这根其实也是磨成金银的样子这是剔骨刀，比较长一点的剔骨刀。这个原来也是一根牛刀，但是因为它磨损的很厉害之后呢，原来的刀的主人就直接把它改成了这个刀型，到时候剔骨很好用。这个是我们板件头的位置这板件头被重新被我们丢到了冰箱，就重新冰冻它了一下冻的硬硬的肉，它是比较好切片的。把板件头呢从中间这样子切呢，看到没有？它这是顺纹的。正常的牛肉肯定是要逆纹切。烤肉的话，肉片的厚度呢，基本上是3毫米到5毫米之间。太厚呢，你就烤不熟；太薄呢，你就没有肉汁的感觉。刀子像滑动的不是直直下去，刀子你是这样子下去给它切的，有没有？这样子就很漂亮的一盘烤肉出来。加烤肉很简单。另外一头这边是方片的那为什么要垫这个纸因为手是热的，牛排容易化冻，我拿手垫一下，代替手指去接触这个牛排。烤上后切的就不一定好熟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后切的牛排改上一点小花刀，不用切太深。这是日料烧肉常规的改刀。通常会在改牛仔骨啊、牛舌上面腌制的时候，就比较会去改这个。你看，它在烤的时候，它热比较好，容易透进去。所以说板件的头就是让你体验到翻倍的快乐。明明买100块的肉，还有200块的肉都这么好看。我们现在呢已经切好了我们的板件的前1/3，众所周知前1/3的雪花，你看超级的漂亮，很硬它性价比真的很高。你看，那当然这是后切的后切的板件呢，让它的油脂润一下我们的锅。虽然说用木炭的烤肉会比较香，但是讲真，木炭在家里头烤的话就不太合适，因为烤肉会烧起来到乌烟瘴气。在家烤肉的话呢，烤盘它只不过是一个加热的工具而已，对不对？你把它烤熟了，只要牛肉好吃，自然就是很棒的一个风味。哇，这边也是，你看这种薄片型的肉呢，就很适合放到这种
日式的带烤碗的那种烤炉上面。个人呢，就是建议大家在烤肉的时候，就是原肉下去烤，烤完之后熟了之后，你再去调味这些肉。那烤肉什么时候烤肉才要方便？你看到没有？它这一面已经出血水了，看到没有？这时候就证明哦，它开始受热了。这个时候你看，烤肉它才比较方便。哇，香味来了。这一块很快，所以呢，3到5毫米的肉片就是最适合吃烤肉的，因为它可以迅速的呢在表面形成焦化层，而且中间还可以含着水，这种原味的烤肉。那汁水已经出来了哈，第二面翻面的时候出汁水，证明它已经 OK 了。后切的一样有没有？出汁水了，没有沾任何的酱。这边是后切的嘛，所以要给它刷点酱汁下去，因为它已经基本上快熟了。不要事先下酱汁，为什么呢？因为酱汁里面会有糖，糖接触了热后很快就焦掉。这个后切的肉是太少。OK， 准备可以出锅，倒汁。要撒一点点的盐下去，不用多胡椒。老高，很多汁哎，而且油脂也够啊，很嫩。我觉得来一块加芥末的，其实我觉得原味更好吃，芥末加热有点抢了它的原味。好嫩，有肉味。牡蛎肉的头肯定是再换身上最嫩的。好嫩，真的嫩哦，比这个厚的。它肉很嫩，让我想起了腰皮，你切的花刀是嫩的，那里面会更久一点。人家只是会扎人的，会顶人。粉红看到没有？它原味比肉更好吃，我觉得。香。哦呦，哇，这个大片哦，冒火，吃啦，吃啦。滴下去，哇，肉质，有蛋白。不用这么可快熟，我想尝试一下我的软肋。来，老王，烤肉你千万不能烤过头，烤过头就不好吃了。然后搁上一点SP，哇，这水润润的。因为它待会真的就凉了就，烤肉就真的不好吃。老婆直接上满满的肉汁啊，也不用沾什么烤肉汁了，其实，它一点盐巴一点芥末就是真的。能不能？啊，这个就刚刚好。很甜。牡蛎肉。哇，好嫩！我觉得刚才你撒黑胡椒破坏。而且它有那个炭火的那种香味。它有，其实它这个炉也能有炭味，汁水更饱满。太好吃了，这就是太赞了。好嫩哦！而且汁水溢出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在家做烤肉很快，我们前后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我们一直强调说要牡蛎头，牡蛎肉这么大块，那1/3的头是永远是最嫩的。正过来了，不要强调了，自己爆一口。满口爆汁。我继续烤。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整个铁盘的，为什么呢？铁盘相对来说，只要你控制好铁盘的温度，它的油烟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哦。拿整块牡蛎肉最肥的地方来划个锅。直接就，其实这个更方便，我觉得这个更快，去出水看到没有？
还有，快，冲！趁着冒烟，就是要趁着冒烟。我们要吃这一块。一样吧。它太多了，还是要用三角形的最好吃。香味呢？没得炭香，实在话啊，没有炭香。那可能火燎掉了。但是我吃这块三角形的更好吃。废话，那是满箭头头哎，最头头的地方，类似于你后门牛的所在的。烤网我会有那种炭味，烤网会有炭味，会更舒服一点。试看看，我试看看。盐巴都不用，真不用。要。也是爆汁，我觉得它更还原的汁水。它熟的表面更快，所以里面整个肉的汁水更足。我觉得可以撒一点盐巴，没盐巴它有个坚果味。哦，它是全熟了，它很熟了。烤箱里面是全程爆鸡的，在这个烤的没有那么突出它的那个肉的那个油香味，那就是有差别的嘛。但是这个快，但是汁水也是够的，不会像汤姆这样起的火那么大。其实今天晚上我们有类似有半测评类的哦，我们试过了这个烤盘，它效率更高、更快，锁水更强。但是烤盘的差点是它真的没炭香味。焦香味。这个东西呢，烤网是放在火苗上面烤的，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烤出来的肉啊，相反会有一个炭香味。换回了这个火烤的，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哦。只是在头有这种一个烤炉啊、肉啊，烤起来是真的是得心应手。当然了，这个烤炉是欠广告费的。刚好这烤炉用的有点坏掉了。这个视频的时候，志杰记起来这台子过来有没有？反正这个不好用，要不然的话会不给你。哦，你看，哦，收割。哦，看肉汁很浓。我喜欢加点盐巴，加了盐后它让甜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丝瓜加盐一样。但是你不加盐巴，那吃那个本来的味道很香。真的好吃很多，好吃很多，它有香味，你加盐巴更甜，真心话。烤肉一定要注意铁网，你铁网不是凉凉的，一开火就下肉。首先铁网要有温度，这样肉下去才会呲啦呲啦。你看，这就是烤肉。你现在沾了盐巴试看看，沾盐巴会甜，赶快试一下，你们赶快多吃掉。我再撒点。我不要，我还是吃原味吧。真的吗？真的。原味更不会腻，又有原味了吗？原味更不会腻。坏了，我们现在整个3万人团队越吃越淡口，真的可以哦。可以，真的可以。好玩，很有意思。刚刚呢，我们玩完了我们的烤肉，现在准备来改我们的牛排了。其实肉哦，我们分切后在家里一定记得要给它裹个保鲜膜，这样子呢，你放冰箱里头，正常放个1、2天是没有关系的。肉的下面你看，尽量像我们一样去垫一张厨房纸，这样会达到吸血水的效果。我们现在还是稍微给它擦一下。那牡蛎肉它之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被叫做3筋哦，为什么被叫做3筋呢？其实很简单，你看这边是一条筋膜，中间呢也有一条筋膜，底部有一条筋膜，它有3条这种大筋。我们今天准备稍微来个剔筋吧。很多人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就会说，一拜刀法又会重现江湖。真的，这些修完的肉，难道你会拿去丢掉吗？肯定不会，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肉，对吧？那这样子这一面基本上就修平。这条线你先不用管它，因为这条筋延伸到这一边。如果你要真的要剔这条筋的话，你这整块、这小块都要被修掉哈。相当的。就把上面跟下面基本上给它修干净，一指好不好？我们的规矩就是1指厚，对吧？蒸牛排的时候一定要用锯的非常的漂亮，看见大家相当的漂亮。当然了今天切的这么漂亮的我们的板件也是在我们印家肉铺呢接下来会上架，以一个超级口粮价的价格呈现给大家，一整条紧肉。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印家肉铺来看一下了那我们的牡蛎肉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分解方法，是什么？我给它分成平铁牛排，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是跟随中间的这条筋给它分开的。我们会给它改成2块的牛排肉。我们现在准备来分切一下我们的准备炒黑椒的非常简单的一部分。好的肉，如果用中式的这种炒类的制作方式，也是相当好吃的我们准备给它从中间拦腰切开，这边来切片，这边呢准备来切个牛仔粒吧。
牛肉粒。还有另外一段呢，来做切片。我来中式炒，肯定要是切片，1毫米到2毫米左右的厚度。你就给它分切一下，让它分散在这边，一样让它恢复一下室温。那现在准备我们来烤我们的牛排了哈，扔一点点盐吧，黑胡椒就待会儿可以下。牛排记得要化冻哦，化冻到你看这种时候才可以去煎它，醒肉的时候里面才会熟。注入妈妈打我们的必备条件，吃得到处的油。感觉锅煎有很高兴。有点出烟了，有没有？我们一样要改小火，因为火太大的后，整个锅会冒很多的烟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煎牛排，整个家里头乌烟瘴气的原因。我们偷看一下哈，勾灯不让了吗？不让了。好，那就翻过去吧。开大火，这时候一方面过来开大火，为什么呢？滴一下，拿2个夹子起来按它一下，因为它会跳。下入先上锅，火不要太大了，慢慢去炒，哇香！沙拉味的黑胡椒，这么软，怎么可能熟嘛？你看，因为整块它做的会不均匀嘛，这边偏硬，看到没有？就软趴趴，你移过来一下不就可以了？然后再翻过来，继续也是挑战高温不辣，再来一点沙拉味的胡椒助性。然后这个差不多了。烤箱里面的盘子啊，是我事先热好的，这才夹出来醒肉。锅盖。趁我们现在在醒肉的过程中呢，我们赶紧来炒一下我们的黑椒牛肉哦。那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另外的牛排部分呢，我们有请我们不会煎肉的老王。老王来煎个肉，剩下的肉交给你。腌个肉。那我这边准备来炒，那个洋葱先下去爆香。我们现在锅已经热了啊，加入一块自己煎的牛排。开始有个猪血水。现在我们下入我们牛肉粒，下一点点，因为我来试看看牛肉粒的口感跟牛肉片的口感有差别哈。我们会先下牛肉粒，为什么呢？牛肉粒比较不好熟嘛。我们烤制牛肉粒变色了之后呢，加入一点点的牛肉片。可以了吗？可以。方便。好漂亮！来这边，黑胡椒酱，不管是马来西亚产的或者是新加坡产的都不错。他们的黑椒比较重辣，而且会甜口，拿起来就要加点。他们的黑椒酱非常的熟，太熟，差不多了，下入蒜头，扒拉，来出锅，快手菜加产菜，试一下我自己煎的牛排。你切的？你自己切的，一口牛排一口蒜，这一张，舒服啊！哇，你看这个汁水还在滴啊，确实有手度。太香了。但是我觉得要爽吃，还是试一下这个牛肉粒。哇，然后呢，就是黑椒酱，哇，黑椒是太爽了，黑椒是真的，黑椒好嫩啊。嫩，我就给他们啊，而且2个不同的口感，这个会有中间会有条筋，老王煎的那个是去了筋，中间的筋的。很多人也就说那个什么熟度会不一样啊，怎么样？放久潮红，牛肉你切开之后，它会慢慢的两化会变红，这样也不是全熟的。哪个是老王煎的？这黑椒你看，是全的。对。然后哪个都是北京的。特别就一个石头，啊，一个石头好吃吗？配方很舒服吗？真的，这而且厚度个黑刚刚好，椒的太好吃了而且刚好。啊！不要去煎牛排了，这怎么？厚度跟洋葱也是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
试一下自己家里头刀子够力的话，又有刀工的话，切一点牛肉吧，我觉哇，这个得下饭了。一整条这个可以太下饭了。一次炒个1斤，可以炒4次。1斤能炒4次。你还是喜欢吃这种年轻人都挺起来了。啊，那我还是只有我爱你。它挺起来这种肉的纤维感跟菲力一样滋嫩。那如果你要懒的话，直接切，那么它就是中间有一条小筋，这中间小筋还好，也不影响最凶残的这个太快了。快乐。从切洋葱到炒完这碗菜5分钟，最多5分钟。这一期节目就基本上到这边了哈。那今天我们吃的这条叫做牡蛎肉哈，它这个肉呢在我们视频里面也出现过，炒螺丝。哎，帮我 P 个图好不好？在手上面有没有？它这个牡蛎肉呢，接下来会以一个超级折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一家乐屋里，这是我们一家乐屋今年第一波的福利了哈。我们除了抽奖之外呢，还有特价的牡蛎肉献给大家。好，那么感谢大家观看这期的视频。结尾除了有吃还有什么？还有药。一想要。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花都为你开，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如此的不同，看见前世就已经深爱过，讲好了这一辈子在路中相逢。